爸爸，我知道你是白手起家，透过投资做到了亿万富翁。那很多人有兴趣想知道，怎么样在资金不多的情况下呢，透过投资赚到丰厚的回报呢？有一句话叫“时势造英雄”，要成为亿万富翁，资金又有限，那就一定要把握时代带来的机会。而通常一个大的机会前面就会有一个大的危机，比如说92年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和03年香港非典之后的经济的低谷，都是给我个人带来了机会。今天的视频非常重要，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，我现在看到一个大的牛市正在来临，而它背后正有着之前92年和03年的非常相似的环境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乘搭一个时光机回到92年。那在92年的时候呢，我是大学刚毕业，当时我是学电机工程的，而当时工作很难找，找了一份写软件的工作，但是短短的3个月之后，我又被解雇了。而之后找工作也找了超过半年都没找到，直到93年的3月份才找到了下一份的工作。我还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之前的1年已经看到美国的经济会很差，所以我大学还念了1年的日语，已经打算要到日本去找工作了。可见当时美国的经济是多么的不好。现在知道92年也是日本泡沫爆破的时候，日本本身的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。那美国的经济为什么92年会这么不好呢？其中一个可能是91年的时候，美国是打了海湾战争，虽然这场战争很快就打完了，美国也是得到了全胜，但是背后是影响了石油的价格，所以美国在91、92年有了一个经济的衰退。另外一方面，当时美国很多的产业，比如汽车啦、电子啦、电脑啦，都被很多日本的企业的产品取代了。当时美国的出口是非常的疲弱，我们也看到日本的产品一个一个打入美国市场，取代美国企业的产品，所以当时美国消费者的钱到了日本的企业，美国的企业在投资发展方面也是非常的谨慎，这也导致了当时的美国老布殊总统做了1任之后就被选民踢出了办公室，迎来了克林顿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美国从93年开始经济发展就非常的好，而股票市场也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长的牛市。之前的牛市还从来没有这么长过，93年那一次的牛市是直到了2000年科网股爆破之后才有了一个熊市的调整。而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也在92年跌到了最低的时候，然后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牛市，直到08年的次按危机才爆破了这一个房地产的泡沫。Oh, I see。 那我本人呢，在93年找到工作之后，也很幸运的开始接触到了投资，所以我是把握了93年开始的股市和楼市的大牛市。当时我在美国的 Kentucky Lexington 的地方，半年之内就买了3个物业，1个自住，2个收租。也因为当时我是在做高科技，所以也买了不少的高科技的股票，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赚了好多的钱，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股神。有了初步的成绩，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的心就熊了，不断的杠杆借钱在股票市场里面做投资。结果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到我第一次的输清光了，我当时在股票里面的钱还因为借了朋友的钱，我还倒欠了人家钱。到了00年的科技股爆破之后，我也是过早的去捞底，结果把我股票市场里面的钱第2次的输清光了。 Oh my god。但是这2次输清光的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，使到我在之后
每一次的股灾、楼灾都能够避免。那为什么93年开始美股有这么大的一个牛市呢？我个人觉得有3大原因。第一个，当时的 IT 的行业的发展，使到很多的公司通过 IT 系统，特别是 ERP 系统啦、供应链管理系统啦，使到他们的成本是大大的降低，整个企业的盈利是暴增了。第二点也是因为92年之后，美国再一次向中国打开了大门，利用中国这个廉价劳动力的市场，大量的生产，使到他们的通胀是长期的受控。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，美国是充分的享受了这个低通胀，还可以大量印刷钞票去全世界购买做投资的这一个红利。而股票市场涨了之后，也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了财富的效应，然后美国的经济的蓬勃又带了全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的强盛点，直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有一个调整。但是这个时候资金又回到了美国，投入了当时非常火热的因特网的发展，产生了 .com 的泡沫。回到了92年，谁都没有能力预测这3大因素带来的这么一个大的漫长的牛市。那03年的香港的萧条呢，其实从97年就开始了。97年7月1号，香港回归中国；7月2号，泰国货币泰铢就贬值，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亚洲金融风暴。在这个时候，亚洲的各个地方，他们的资产泡沫都被爆破，要不就是货币跌了很多，要不就像香港港元和美元有挂钩的地方，资产要跌很多。所以当时无论是香港的股市或者楼市都跌了好多。香港的楼从97年的高峰到03年整整是跌了70%。中间曾经在2000年由科技股带来了一个小阳春，但是随着科网股泡沫的爆破，香港的经济再度下滑，接连的又有911的和03年的非典。到了03年的时候，香港大多数有楼的业主都成为了负资产，他们当然没有心情和能力去消费了。香港当时整体的社会是非常的悲的。我还记得7月1号的时候，香港有超过50万人在非常炎热的一天上街去游行。当时的香港其实游行还是非常少的，所以这次游行是空前的震撼。那在93年的时候，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我根本不知道之前经历了这么多的经济衰退啦、熊市啦，我正好就是幸运碰着一个大牛市的开始。所以你们看到我很幸运的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赚了好多钱，但是这些钱在之后97年和00年2次股灾当中全部也输掉了。这就是经常我们讲的，我们赚不到我们认知以外的钱，就算幸运的赚到了，最后也是失去了。到了03年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了10年的投资的经验，中间也加上了2年 MBA， 得到了很多财经的理论。结合理论和经验，我在03年看到香港的楼价当时是跌了非常的低，当时租金的回报要远远高过供楼的利息，政府又出了10个刺激楼市的措施，而我也准确的判断到香港楼市之后会有一个供应的断层，需求和供应一定会使到香港楼市强烈的反弹。我个人也是加进了杠杆，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买楼的资金，又在房地产里面不断的 refinance， 把资金活化放到股票里面，再赚买下一层楼的资金。我也不断的把握了这个楼市的上涨，把我升值的楼再融资，资金套现出来之后，再从股票市场里面扩大，赚取买下一层楼的资金。当然这么大的杠杆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看通楼市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个人也在这个时候总结了楼市背后的13个因素，大家有兴趣的话
可以参考我之前视频当中分享过的这些楼市的因素。到了2017、18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香港的楼市已经是非常的高了。所以除了2019年我买了自己自住的那一个楼之外，我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的减持我的物业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没有像恒大或者碧桂园那样过度的杠杆，而是在楼市最高峰的时候已经套现了足够的资金，还掉了很多的房贷，所以现在是安枕无忧了。那我听到有3点，第一呢，就是要聆听有经验的人的分享，起码呢要经历超过3次股灾的分享，这样才会有全面的见解。那第二个点我看到呢是投资要因时制宜，在不同的时期呢也有不同的投资策略。大家可以看到788在不同的投资周期里面也做了不同的策略。那大家如果在错误的时间段里面做了错误的决定的话呢，也可能会导致你亏钱。最后我看到的是，学习投资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，就像你做医生一样，你要先去学习，你要去医学院，所以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呢，也是要先学习投资的。那我看到现在的经济环境呢，也跟那个时候呢有点相似。比如说2022年发生的俄乌战争对标了91年的海湾战争，这几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也对标了你在2003年的时候的非典。在这些灾难发生之后呢，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牛市。所以我最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大量的去投资。788说过要投资先求知，如果大家也想跟788一样可以做到低买高布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，把握到788在付费课程里面抽取的精华内容，限时免费送给大家。那看到现在，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，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